如果说《深海迷航》是如今最好的水下生存游戏，其续作《零度之下》，不论是剧情、画质、游戏性等各方面来看，足以称得上是一款佳作。但它却被大量玩家诟病，更甚戏称为大型 DLC。它真的有这么烂吗？剧作毁 IP 的游戏圈诅咒真的难以逃避。而《零度之下》的剧情又究竟讲了什么？当深海迷航的莱利驾驶火箭逃离4546B 星球时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场与卡拉病毒的生死之战已画上句号。然而在极光号坠落的2年后，阿尔特拉的阴谋却在冰层下残存。欢迎来到本期打破游戏的墙，这里是燕老师，让我们一同走进极北陵区，揭开一场隐藏在意外死亡背后的致命阴谋。本作主角罗宾的姐姐萨姆作为研究人员被阿尔特拉派遣到4546B 星球的基地，但罗宾却收到了萨姆因工作疏忽死亡的消息。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的罗宾决定前往4546B 星球探明真相。游戏开局，我们驾驶着飞船，本想借助流星雨的遮掩飞往星球，却意外与流星相撞。紧急之下，我们只能选择脱离飞船，驾驶舱如同炮弹般撞向苍白大地。这里仍是4546B 星球，但完全是另一个地区。在这里，尖锐的北极尖塔刺破云层，寒风在冰川盆地呼啸盘旋，一呼一吸之间雾气弥漫。这里的一切都与游戏名称“零度之下”相呼应。游戏新增了体温值这一设定，此刻刺骨的寒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。原本恐惧的海水，在此刻竟成为温暖的来源，体温也在悄然切换为氧气值。跟随指引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跳进海洋，寻找受击后自动脱离的吊舱。纵身跃入水下的瞬间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美丽水世界。悠然自得的鱼群，五光十色的珊瑚暗礁，让人不禁沉浸其中，忘记了眼前的紧迫状况。但这份美好注定短暂。当肺部发出窒息警告时，我们只能被迫上浮。偶尔游出海面换气的瞬间，低温又笼罩着我们，反复折磨，催促着我们尽快找到吊舱。所幸吊舱仍能够正常运行， 3D 打印机与 PDA 也完好无损。我们目前所知晓的只有一封姐姐萨姆的死亡通知，以及她生前发送的5封信件与其好友莉莲的信件。在萨姆的5封信中，她从初时的兴奋逐渐变得忐忑不安。阿尔特拉在基地发现了一只被冰封的巨大利维坦，且它的身上携带有卡拉病毒。阿尔特拉试图对其研究，用于医疗、细菌武器等领域，而在研究过程中一旦发生泄漏，无疑是十分危险的。了解事情原委后，来自莉莲的信件指引了我们现阶段的方向。他与萨姆相识于0号前哨站。印象中，萨姆最大的优点便是从不疏忽。他认为姐姐的死因归咎于工作疏忽，如同玩笑。言语间为我们透露出一个地点：德尔塔中转站。这是公司之前的总部，其中还有一座很大的广播站。或许真相的答案就在此处。于是我们为前往德尔塔中转站开始四处探索，准备物资。游戏的玩法框架与初代并无太大区别，前期同样是制作匕首、扫描仪、氧气瓶、水下推进器等设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前期还可以制作一个气囊，能够帮助我们在深水区急速上浮，并且无耐久，只需要吸满氧气便能重复使用，为初期的玩家提供极大便利。本作对比初代增添了天气系统，玩家会遇到雾天、雨天或是凛冽寒风夹杂暴雪。当天空拂晓时，我们有幸得以窥见极光之美。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被称为扭曲之桥，位于整个陵区的中部偏北。蓝色藤壶覆盖在一些扭曲结构之上，看起来如同发光的桥梁一般。离吊舱不远有一处应急物资贮藏室，为了快速获得生存物资，我们选择前去一探究竟。从吊舱所在的浅海区域一路前行，来到贮藏室所在的海藻森林。刚到达这里没一会儿，迎面就有一只海猴子冲过来抢我们的东西，就跟臭名昭著的峨眉山猴子一样，没有什么攻击力，但抢了就跑，纯恶心。可以选择追上去抢回来，也可以置之不理，但如果不彻底解决它，它还会卷土重来。主打的就是一个骚扰。在这里，我们会获取到一份录音，是一名叫做弗雷德的工作人员与萨姆之间的对话。从中我们了解到，那只被冰封的巨兽就在萨姆实验室不远处的洞穴中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去时，海猴巢穴出现在视野，错综复杂的树根类生物盘踞在内，绿油油的一片。
我们决定探索一番再离去。随着下潜越来越深，氧气消耗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幸好洞穴内有一种名为海葫芦的植物，能够提供一些氧气，给了我们探索下去的信心。在我们沉浸于扫描海后巢穴中散落的碎片时，突然收到一则未知语言的求救信号。随后，我们扫描到一个用途不明的外星阵列模块。他将求救信号的具体位置提供给了我们。这个未知的求救信号究竟来源于何人？未来等待我们的是危险，亦或机遇呢？朝着信号的位置前行，更深处的扭曲结构明显增加，隐藏在昏暗的环境之中，平添一丝诡异的气息。沿路闪烁的绿光伴随急促的信号波声，证明我们找对了地方。不远处是一座类似初代中先驱者的外星建筑。难道这片陵区除了与阿尔特拉有关之外，先驱者也仍然存在于此？随着我们走进建筑，外星设施的声音响起，告知我们此处为避难所，能源即将告急。为了打破灭绝困境，他必须寻找到其他的储存介质，而我们误以为他想要存储到手中的 PDA 中，便统一插入寄存媒介。可就在我们拿起 PDA 伸向启动器的瞬间，外星设施竟对准我们的身体进行传输。短暂眩晕过后，未知的声音出现在我们脑海之中，外星建筑的能源也彻底耗尽，失去了所有光芒。未知声音不再出现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南柯一梦。而当我们回到吊舱，便收到了未知声音的来电。他告诉我们，他是先驱者中的一员，可以称呼他为艾安。如果想要将他分离出去，必须找齐3个组件，制作一个新的躯体。然而，他的意识已经断网许久，并没有办法直接定位这些组件。于是，我们在寻找姐姐死亡真相的同时，又多出一个重要任务，其密切关联了游戏结局以及未来作品故事的延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前作中就对艾安有所提及，他是先驱者中最年轻的科学院成员，在卡拉病毒爆发时，通过意识上传成功躲避灾害，这才在1000年后等到了我们。不久之后，德尔塔中转站的坐标出现在我们的 PDA 上，但在探索之前，我们还需要一个载具——海礁号。目前的海礁号只有头部，但在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建造出车厢，与其连接在一起，就能组成全深海最好的客车——宇通深海客车。中国第一客车品牌。后期玩家最爱做的就是开着泥头车四处闯渔，经过隐恶蛰伏的黑火山区。到达目的地所在的岛屿，登岛的刹那，寒冷瞬间凝结呼吸。突然，一条女声录播响起，但忙于寻找线索的我们并未在意，只以为是残存于此的录音。然而，当我们走出山洞，一位驾驶着改装版海峡号的女人从天而降，她称我们为阿尔特拉，命令我们尽快离开，言辞中透露着对阿尔特拉的厌恶。显然，正是她放置录播，在先前警告我们。然而，我们还没有找到有关姐姐的线索，又怎能轻易离开？艾安如同人形弹幕一般，表示刚刚的女人十分危险，最好不要与她正面冲突，否则一个濒危物种即将灭绝。这句话听起来好似黑色幽默，但也侧面印证了陌生女人的战斗力。一路向着山顶进发，终于来到了德尔塔中转站。进入房间，我们可以拿到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明了5个阿尔特拉的设施地点，以及一封关于姐姐萨姆的调人信息。另外，在岛的高处还有一座信号塔，塔的终端显示陵区正处于卫星监视之下。想要得知更多的信息，探索剩余的设施地点势在必行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想到了那位陌生女人，也许她会了解一些故事。虽然 PDA 的技术有限，但仍定位到了她最后消失的大致位置。为此，我们前往荷叶区，这里的海面上漂浮着一片片巨大的莲叶，水下是庞大的辉光鲸，这是海底为数不多的温和型巨兽。我们能够骑在它的身上，感受一把拥有巨大坐骑的感觉。深入水下300米，我们再次听到她的声音，并得知她的名字叫做玛格丽特，也就是曾在初代单挑死神利维坦后消失的德加斯号雇佣兵。而在后期，我们收集到他的全部日志，描述了他在战斗过程中被死神利维坦带离初代海域，解决利维坦后，依靠着死神的肌肉与脂肪漂流苟活，直至来到这片极北陵区。走进水下基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的座驾。扫描之后，这架改装海峡号的手臂竟然是血迹利维坦的下颌骨。这里简单提一下，
0度之下在狭义上的利维坦生物。初代的3种利维坦在本作全部消失，转而出现了血迹、暗影以及冰虫3种全新利维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你在地图的边缘游走，会遇到深渊血迹利维坦，但与血迹相比，只是更加长和换了个颜色而已。当我们继续潜入下个房间，一只雪地潜行者将我们扑倒在地。玛格丽特随后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认为我们是阿尔特拉走狗的她，并不愿意提供更多信息。但在我们介绍自己是萨姆的妹妹之后，玛格丽特对我们似乎多了一丝信任。但想获知姐姐的信息，仍需要一个前置条件：关闭德尔塔中转站的信号塔。随后，她走进了另一间房间，她的狗看守在门口，阻隔了我们探索的脚步。墙上悬挂着的死神利维坦头颅威慑着我们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在前往德尔塔岛前，荷叶区附近还有一处阿尔特拉的机密设施——欧米伽实验基地，这里正是阿尔特拉的生物研究站，似乎曾遭受过袭击。根据收集到的信息，是一辆泥头车载着炸弹摧毁了实验室，看起来似乎是有人想要阻止他们的研究。这个人会是萨姆吗？我们此刻无法得知。在返回德尔塔岛屿关闭信号塔的途中，还会经过阿尔特拉的另一处设施地点——科帕矿场。这里是阿尔特拉的原料挖掘站，有着丰富的矿资源、完整的海下号碎片以及一件外星文物雕像。它能够帮助艾安更快连接意识网络、定位躯体组件，同时获得量子储存柜的蓝图。再次回到信号塔，我们连接测试覆盖模块，在终端解除广播警告信号。随后，玛格丽特打来电话，邀请我们前往她的温室，其位于极地之海的一座冰山之上。急切想要得知关于姐姐信息的我们，立刻前往这个隐藏在风雪之中的温室。再次见到玛格丽特，她表示信号塔已经很久没有再窥探它了，并提供了一个 PDA 作为礼物。为了彻底消灭残存的卡拉病毒，萨姆和玛格丽特计划炸毁山洞和实验室。有趣的是，在温室中还有来自中国的马铃薯蜘蛛，它成为了联邦空间中常见的一种耐寒蔬菜，土豆爱好者狂喜。而罗宾的一只猫也叫做土豆，游戏中还能找到土豆与萨姆的合影，但我们无法确定玛格丽特温室种植土豆是否与萨姆有关。下一步，我们决定前往灵区极北之地，来到姐姐萨姆最后工作的地方0号前哨站。我猜测是因为萨姆的意见与公司相左，所以才会将他调离实验的中心。萨姆的工作也从研究开发机械企鹅降级成维护。尽管如此，萨姆依旧没有放弃消灭病毒，他成功合成出了解药，并将其藏在冰封利维坦附近的一个小洞里。而莉莲则是在此研究关于先驱者的一切。艾安告诉我们，他在试图寻找先驱者，并且可能已经找到了前往他们星球的方法。横跨整个灵区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冰川盆地的非机械研究中心，这里是萨姆最初工作的地方。萨姆曾向上级汇报过一些事情，并向同事提议一同结束关于卡拉病毒的实验，但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他的想法，不懂他为什么担心卡拉病毒会泄露，以及萨姆曾发现外星生物的求救信号，也就是艾安，但没有任何人将这件事放心上。从聊天中，萨姆的字字句句，我们能感受到萨姆的急切与无能为力。毕竟，不能接受考验的永远不是细菌武器本身，而是人性的贪婪。一旦其被成功研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下一步自然是前往藏着冰封利维坦的洞穴一探究竟，看看卡拉病毒到底有没有被彻底解决。我们驾驶着更加适合在陆地上行驶的雪狐号，在附近搜寻了一处巨大山洞，这里的一切都被死亡气息笼罩。巨大的冰封利维坦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时间仿佛只是按下了暂停键。一旦恢复流动，冰封利维坦就会立刻冲过来将我们咬碎。在附近的办公桌上，姐姐萨姆从不离身的项链静静躺在那里，似乎是留在这里引领着我们发现一切真相。一旁的 PDA 则藏有关于姐姐死亡的调查报告，萨姆却是死于洞穴废墟之下。此时姐姐死亡的真相已经明了，沿着阿尔特拉建造的道路一路向上，在另一侧发现了并未消灭的卡拉病毒。为了让其彻底消失在世界上，萨姆独自来到这里引爆洞穴。然而埋葬卡拉病毒的计划并未成功，藏在附近小洞里的解药成为了Plan B，但此时解药的具体位置还未得知。于是
我们再一次返回匪实验中心，企图找到更多的线索。果不其然，在萨姆的房间外还有着一张手绘地图，上面用红圈画出一个位置。我们启程雪狐号前往目的地，放置姐姐所研究的间谍企鹅，操控它进入洞窟，拿到解药。我们立刻回到冰封利维坦所在之处，将其注入绿色脓泡之中，看着它渐渐萎缩。假使萨姆的灵魂还未消散，看到这里也该安心了。卡拉病毒已经消灭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，就是找齐艾安的躯体，将它从脑海中分离出去。我们恢复断桥动力，驾驶着雪狐号向另一面进发。而在探索组件的过程中，我们却突然被攻击，一只决冻窜出的冰虫利维坦就这么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再次行驶，不停加速，仿佛在进行一场逃亡。终于，一座地下外星建筑出现，其中正存放着先驱者躯体组件。扫描后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组件，从陆地重返深海。剩下2个组件，分别位于荷叶区及紫水晶区深处。错综环绕的水下迷宫，生命庇护所藏匿其中。昏暗的环境里隐藏着危险的暗影利维坦游走在我们周围。先驱者遗留下的骨骼结构体与器官组件进入我们手中。成功集齐3个组件后，想要召唤躯体，还需要找到隐藏的制造基地。在等待建造的过程中，艾安告诉我们，他曾是研究卡拉病毒的一员。由于他的失误，才导致了4546B 星球的病毒泄露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如此迫切地想要回到母星，弥补过错。片刻之后，躯体成功建造，艾安也终于能够回到他的身体之中。拥有自由支配身体权利的艾安，准备通过相位门回到母星。已经习惯了与艾安共同对抗困难的我们，此时竟有些迷茫。失去了姐姐的我们，工作单位也被阿尔特拉收购，我们真的要回到之前的生活中吗？瞬息之间，选择已经做好。我们来到0号前哨站附近的外星建筑，与艾安一同穿越传送门，望向巨大相位门慢慢出现，过往种种浮现在眼前。姐姐萨姆留下的项链，留存着我们美好回忆的相片，往事已不可追。新的伙伴，新的生活，新的挑战已经在等待着我们。帮助艾安对齐能量支柱，能量场已然准备就绪。承载先驱者归途希望的飞船转眼间构造而出，通过重力电梯进入飞船内部，与艾安一起准备飞向未知的旅程。最后的最后，先驱者的外星都市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浮现，似乎预告着下一部深海故事的到来。I am ready to face whatever awaits. 本期打破游戏的墙的主题是真相。其实0度之下整体体验下来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差，在继承初代特色玩法的基础上，续作新增了许多新物品和新配方。所谓感觉粗制滥造，只是初代做的太过出色，两相比较下不免黯然失色。比如利维坦生物与1代相较，压迫感大大降低。一些初代玩家喜欢的道具，比如凝制枪被取消，任务指引差，汉化差。更致命的是，地图设计太绕太杂，做得像迷宫，玩家不看攻略包迷路的。地图纵深设计只有1000米深度，增加的陆地部分过多且绕，又让很多玩家觉得有些离经叛道。0度之下的各方面与1代相比确实有差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更加精美的光影画质，更精细的地形设计，像收听语音资料的字幕与头像等优化的大量细节，这些同时能带给玩家与1代不同的更丰富的游戏体验。同时0度之下的剧情也有其特色之处，足够多的 PDA， 非主线的小角色亦有着细腻文字所描绘的独特情节。这些细节之处足以看出制作组有努力用心做了。或许是作为续作让玩家感到失望，但当它真的成为一款 DLC， 或许真的能好评如潮。回到游戏剧情本身，当阿尔特拉用工作疏忽掩盖萨姆的死亡，当我们来到被冰封的利维坦面前，当安安沉睡千年仍选择回到母星，原来最难的不是拯救世界，而是在巨型企业编织的黑暗谎言中坚守住一颗不被异化的心。当合规操作成为指向世界的刀刃，违规才是最高的自我救赎。萨姆留下的解药，玛格丽特高悬起死神利维坦的头颅，先驱者的残存意识，这些非必要之物散落在极寒之地，由罗宾一一捡起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真相。